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应用题啊。我们前面说你到底解微分方程到底干嘛用的啊？我们说它解一些工程上的问题，或者是它一些应用，你必须用微分方程的这些技巧来帮忙。那我们现在就举一个有趣的应用看你觉不觉得它是个有趣的。好，这个例子是在说我们来预测死亡。OK， 预测死亡的时间谁的啊？公数老师的。OK， 预测死亡的时间。OK， 我们想知道一个人他什么时候死掉？那什么人会遇到这种状况？比如说一些刑警啊，他们要去判断这个人你发现一个尸体啊，他死了几天啊这样，或者你们看一些影集啊，比如说 CSI 犯罪现场啊之类的，你要去判断说他到底什么时候死的。法医他们要做一些这种事情。那像这种东西也会跟工程数学有关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是在说什么。他说今天有人就发现了一具尸体。那这个尸体呢，它是在一个房间里面。OK， 这个尸体是在某一个房间里面。那这个房间里面它开了空调，所以空调是在68度 F 的这个环境里面，就像我们现在是。我们开27度26度，68度 F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一开始每个人都有体温，你一开始还没死掉的时候，每个人的体温大概都差不多固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开始的 initial 的，你的温度是多少？是98.6，它换算成华氏的话是98.6 F， 这是 initial 的这个体温。好，那现在他想要。整个故事就是这样，就是你知道，你这个某一个刑警跑到一个房间里面，看到有一个人死掉，然后里面的这个温度是设成这个样子的。那你也知道说，人的体温如果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可他死掉之后，人的体温就开始往下降。那题目里面有一个，应该说有一个常识啊。他说the rate of radiated heat energy into the room。他意思说，你人如果死掉，你体温就会开始降。请问你的体温降的这个 rate， 这个速度 ，OK， 速度是微分的意思，大家知道啊，速度就是微分，变化率啊，它这个体温变化的这个速度这个 rate 它是什么 ？proportional to the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between the body 跟 room， 意思就是说，你这个变化率是跟你人的当下的体温，还有跟你的这个室温的差，两个是呈现一个 proportional 的关系，就是一个正比的关系。所以背上这样的一个常识，或是他们这些刑警他们的专业知识OK， 他知道是这样子的。所以这句话很重要 ，OK， 他是要让你知道说，我待会要列这个 equation 的时候要怎么列我这个 equation 要怎么列。所以有了这件事情之后，好，我现在令就是我们这个大 T 在某个时间的大 T， 这个 T 是时间，这是 temperature， 这是温度，你的体温 ，OK， 它是就是你的 body 的温度叫做大 T of T， 好，那你 T 是时间，所以你假设令它是这样，所以背上题目的那个描述，它讲的就是说你的体温的变化大 T prime，OK， 对时间的改变，这变化它是什么？它是 proportional to 什么？就是正比于你的体温跟你的室温的差别嘛。你的体温现在就是 T 了嘛。OK， 那你的室温是多少？68，对不对 ？OK， 所以你是这件事情是正比于它，所以正比我们给一个 constant 叫做 K， 所以这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做，一个 K 正比于它。好，那这时候就是这个题目想问的，好，那
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解这个微分方程了啊，解这个微分方程。所以一样，我们可以用变数分离的方式，这个地方大 T 啊，我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T 大 T prime 就是底 T 嘛，对不对？温度相对于时间的变化就等于 K， 然后我把这个括号都不写了，这样这个括号里面的小 t 我都不写，那我就可以做分离变数。好，那我就可以积分，啊，积分出来，这个就是任的 t 减68等于什么 ？k 乘上 t， 这个底 t 的积分就是 t 而已。那别忘了我有个 constant 叫做，我称它叫做 c 好了，我叫它叫做 c。好，那我再接着做，我把两边取 exponential， 这个 c 是你因为积分而得出来的常数，我把两边取指数就取 exponential，OK， 就这边取 exponential。好，那会得到什么？得到好，所以左边就是 t 减68，对不对？那右边呢 ？exponential 乘上那个1的 kt， 然后它是加上 c 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，把它拆成两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你指数原先是相加，你可以把它拆开变相乘，就可以哦。好，所以这时候我的 1c 啊，1的 c 次方 exponential 的 c 次方。就是 c 取 exponential 的话，我可以把它想成它是一个变数，称它叫做 b。好，就是 b， 我说它是这个。OK， 就是另外一个 constant 叫大 B 哈啊。好，那这时候我就可以写成 t 等于什么？你这个 t 它是以时间为变数，它就是68加上 b。然后1的 kt， 好，那这个是我目前为止所推导出来的。那这个式子里面有两个东西要被决定，一个就是请问这个 b 是什么东西，还有你刚刚说那个 proportional k 是什么东西，这两个要被求出来，你才可以知道。那你可能问我说，老师，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我们解这个特定的解，我不是应该只会有一个未定的常数而已吗？因为我现在的问题好像只有一阶啊，怎么你会跑出两个来呢？你会跑出两个来呢？其实真正的跟我们刚刚那个未定的常数 c 有关的，其实就是这个 b 而已。可是这个 k 啊，为什么也会有 k？ 因为 k 你刚开始在问题描述里面你没有讲得很清楚，你只是说它的体温是 proportional to 了什么？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between 什么？你的 body 跟你的这个 environment 跟你这个房间，所以这个 k 是因为那个 proportion 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引入的，所以待会我们还会把这个 k 给解出来。好，那现在到这边呢为止，我们当然就要把这两个东西弄出来，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些更多的资讯，我才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那什么资讯呢？这个讲义上没有了，我现在告诉你说，好，其实呢，我在 PM9:40的时候，我抵达那个犯罪现场，好，我看到了这个人。那这时候我去量他的体温是多少？他是94.4，也就是他做了一些量测的动作。他刚到的时候是晚上9:40，然后体温是94.4度 F，OK， 然后他后来呀，在晚上11点的时候，他又量了，也就是他又再量一次体温，所以他的体温这时候降到89.2度了，降到89.2度了。OK， 所以这是额外的 information， 一开始我没有给的。那你现在我要把这些 B 啊，把这些 K 求出来的时候，我必须要用到这些 information。好，所以我再把它补上去。所以等于你现在看到这个问题是想做什么？我们一开始这个问题的第一句话就是说，我要你预测死亡的时间。那现在有这些 information 之后，你看你9:40的时候量到这个温度，11点的时候量到这个温度，你想要回推说他在什么时候死掉的 ？OK， 但他死掉的那一刻，他的温度是多少
因就是正常的体温嘛。死掉的那一刻不是刚开始死掉嘛，所以你的体温是一开始的那个 initial 的98.6度。所以你看看它整个问题，你可以用这张图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横轴是时间，纵轴是你的体温随着时间的变化。如果一开始进来的时候那个9点40分呢，我把它标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它经过了9点40分的时候，好，我在横轴，我9点40表示那个时间是0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我的体温是这边是94.4，然后到了11点的时候就过了，这是11点，过了80分钟之后，我的体温降到多少？好，这边是89.2，这个体温这样子，在这一点的时候，它这样降下来，它降下来。那我想干嘛？我这个问题想问说，请问他什么时候死掉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是，请问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？而这个时候它对应的体温应该就是多少？98点多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一开始的 initial 的那个，这就是98.6。我想问的是这样子。好，我这样子下来，我有3个时间点。我想问这个问号是什么？我想问问号这个是什么？所以当你给我这些 initial 的这些条件出现之后，好，我也了解这个问题了。所以我现在怎么去解我的 b 跟我的 k 这2个 constant？ 好，首先我知道我刚刚算出来这个 equation T 就是你的 body 的温度嘛，所以based on我刚刚的给我一开始的这样，我说这个横轴呢，在9点40分的时候，那个时间叫做0，也就是我在 t 等于0的时候，我可以去量它。那 t 等于0的时候，它是多少？94.4度 F， 对不对？这边是94.4 F。那 t 等于0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套用我们刚刚最后求出来的那个 equation， 那要解 b 的这个。好了，所以你看我把 t 带0，这边 t 带0，然后这边 t 带0，所以会得到 t 带0会等于68加多少 b， 然后 exponential 多少？因为你 t 是0嘛，所以这是1的0次方，那离人家就是1了，所以这68加 b， 而这时候它的温度是94.4度 F， 所以你的 b 可不可以求出来？ b 就会等于94.4减68，啊 ，b 就是你的26.4。好，你的 b 求出来 ，b 就是26.4。好，那再看看 k 刚是怎么来的？是根据那个题目你说，哦，它的体温的改变是正比于它的这个环境的差。OK， 所以这时候我多做了一次量测，我在11点的时候量了一次，然后发现它体温在改变，所以我就可以在一样，我要求这个 k 出来的时候呢，我可以写成这样：我在80分的时候去量它，我再利用这个 information， 我在80分的时候去量它，它的体温是89.2度，所以我的 T80就是等于89.2，然后你一样带我们刚刚的求出来那一个 equation， 只是我现在 b 也知道了，我 b 可以再带进来 ，b 可以带在这个位置，好 ，b 可以带在这个位置，所以89.2就会是等于我的68加上26.4，这是我的 b 有了，这是原来的 equation 里面的68，然后这是 b， 然后再 exponential 的 kt 嘛，所以是8，这是 k 乘上80，k 乘上80。后来，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把 k 解出来了。好，我们简单做一下，这边移过去的话就是21.2度，会等于26.4，然后1的80k。后来，所以我把它除过去再去认的话，所以80k 会等于21.2除上26.4。然后我去认，好，那我们的 k 值就可以算出来了。
好 ，k 就会等于 ln 的21.2 26.4去除上我的80，好，这就是我的 k。所以你们用计算机按一按就会得到这个 k 的答案。好，所以你当这个有了 k 有了，然后你的 b 也有了，所以你的 equation 就很完整了，所以最后的答案，你的 t of t 会等于什么？就是我们把它写，就是68再加上26.4，然后 exponential 的 kt， 然后这个 k 在这里 ，k 就是这一项，把它带进来，这么复杂，你可以先把计算机算成一个比较好写的数字。好了，那回到这个问题，要问你的问题，请问他什么时候死亡的？什么时候死亡的？你是要问我这个问号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是告诉你说，我已经得到了我的温度，我的体温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方程式在这里这一串。那你现在问我什么时候死亡，就问说，如果我今天的温度达到了98.6度的时候，就是刚死亡的那一刻，那一个瞬间我死亡是98.6度在这里。那请问我的时间是多少？所以你就可以利用我们刚刚得到的这个98.6这个时间，你把它带进去，等于像一样这一串。那这时候因为 t 是个变数啊，所以你这时候有个 t 在这里，你就反推这个 t 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以吗？你现在温度是98.6，就刚死掉，然后反推 t， 好，那这时候 t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 t 答案是负的53.8分钟。我们现在用分钟为单位，所以大概就是54分钟好了，算54分钟。负的，意思是什么？意味着说你现在是往这个你刚进来那个9点40分那一刻，以左来看的话，往前54分钟。所以你要问说最后答案，他请问什么时候死掉了？你就把9点40分再往前扣54分钟就是了。OK， 所以你的9点40再扣掉54分钟，答案是8点46。所以你预测他在8点46分钟的时候死亡。OK， 所以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复杂，其实也没有。但我觉得有个重点就是，你要求这个 k 的时候，你要多量一次体温，它才有办法。OK， 它必须再额外告诉你说，它什么时候再量了第二次，那才可以把这个 k 值给算出来，把 k 值给算出来。那第一个 b 的这个常数还蛮容易的，因为它就跟我什么 initial condition 一样，因为我时间在0的时候，我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它的温度是多少，那我就可以求这个 b。OK， 好，所以这个是这个 example。好，说要提早下课好像没有不会啊，会还给你们的。OK， 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有问题你可以来问，那不然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。